嗨，各位，我们今天来到位于新竹的绿世界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养鹦鹉的几个刻板印象吧。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 Jack， 这是鹦鹉小木屋鸟店的午后时光的特别企划。我们来到了位于新竹北埔的绿世界。绿世界由2004年开幕至今，已经拥有16年的历史了，约占有30公顷的范围。跟其他公立动物园相比，最大的差别在于门票。上次去拍台北市立动物园的鹦鹉的时候，学生票只需要30元，而绿世界一张全票就要320元了。距离我上次来绿世界可能也有6、7年了，这次一样是冲着鹦鹉来的。走进绿世界，最熟悉的天鹅湖依然映入眼帘。沿着参观方向，左侧的是鹅苗，也就是我们讲的澳洲鸵鸟，是世界上体型第2的鸟类哦。沿着湖畔可以走一大圈，欣赏这个湖泊的鸟类以及景色，看着候鸟跟土鹅悠游自在的样子，仿佛置身于另一个幻想世界当中。走到了金刚鹦鹉岛，几年下来依然伫立在这，好像是夏威夷风情的屋顶、木质的巢箱以及热带丛林的植物造景，提供着这边的金刚鹦鹉一个良好的遮蔽以及休息的场所。鹦鹉岛跟民众也有类似护城河的距离，毕竟金刚鹦鹉这种这么有个性的鹦鹉，要是遇上其他白目下鹦鹉的游客，可能是会发威的。顺着木头铺成的人行道，我来到了当时风靡一时的鹦鹉表演剧场。一般民众对于鹦鹉最大的印象应该就是这个剧场，因为场内整修的缘故，动物生态讲解中心的活动是暂时停止的，但是外面还是有贩卖一些鹦鹉的周边商品，像是摇滚朋克风的玄凤，就让我蛮惊喜的。再来进入今天的重点，生物多样性探索馆，这边可以说是鹦鹉的重点区域。这边有一点半室内的展区，屋顶的透光材质让整个展馆显得相当的明亮。一进到里面就听到金太阳最标准的尖叫声，还有和尚辨识度很高的声音也此起彼落。他们在这个广阔的空间当中穿梭。大家知道苏卡达象龟吗？有追踪鹦鹉小木 Instagram 的观众应该知道我也蛮喜欢陆龟的，而苏卡达也是我很喜欢的品种，但是它们成体的体型太大了，后来我就没有选择它。不过它们的外形实在是很霸气。除了苏卡达，也有亚达伯拉、黑靴、红腿、黄腿，也包含我自己也有养的豹纹陆龟。大家如果对陆龟有兴趣的话，应该也会喜欢这边。这边也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鸟类，像是白鹈鹕悠哉的逛大街，大家都不敢挡到它走路的路线，威风凛凛的样子真的相当的帅气。这间场馆周围也有镶嵌式的笼子，饲养一些哺乳类的动物，而角落中大型鹦鹉的饲养区也是采取鹦鹉岛式的设计，有一个护城河在中间。虽然比前面的金刚鹦鹉岛还要近，但是还是不好拍摄到它们很精致的画面。当我在懊恼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有一只绿和尚就飞过来我的脚边摇一下我的鞋带。我当时真的又惊又喜，想说动物园的鹦鹉有可能这么亲人吗？我暂时帮它取名为小绿。原本想仔细的拍摄画面，没想到它居然上了我的手，还一直跟我讨摸撒娇，真的太可爱了。我一边帮它整理着鱼管，一边跟它讲话，但我觉得这其实是个错误的示范。大家来动物园尽量还是不要跟不熟悉的动物做接触，以免发生危险或带传染疾病给动物。后来在旁边的金太阳好像吃了醋一样，直接飞上我的肩膀赶走小绿。我暂时取名它为阿金。阿金完全没再跟我客气耶，不断的在我耳边大叫，像在宣示主权一样。之前常听说很多动物园的鹦鹉是因为民众捡到送去动保处之后，没有人认领，最后基于动物教育的目的而被送到动物园。而有些也是在大家养了鹦鹉之后，发现它们并不符合自己原本的期望而弃养，这就是大家对于鹦鹉所谓的刻板印象。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谈一谈养鹦鹉的几个刻板印象，希望大家在养鹦鹉之前可以先知道。第一个，鹦鹉一定会讲话吗？很多人养鹦鹉就是为了他们的学语能力，而有些人在外面看到鹦鹉就一直你好你好的叫，说实在的，这样看起来真的有一点蠢。因为其实不是每一种鹦鹉都会说话的，像是金太阳、玄凤、秋草等等，训练讲话这件事说实在是有点困难性的。就算是学语能力第1名的灰鹦鹉，
还有喜欢讲话的虎皮、和尚，也都有个性上的差别，有的爱讲，有的就真的不喜欢。鹦鹉说话是为了模仿人类的声音频率而与饲主进而互动，所以说话机的帮助其实也有限，主要是让鹦鹉可以在平时多熟悉人类声音的频率。鹦鹉其实有更多比讲话还要更吸引人的地方，例如它们的贴心，它们聪颖的思虑模式，所以千万不要用一只鹦鹉多会讲话来定义一只鹦鹉的价值哦。也不要以为鹦鹉有说话能力就兴冲冲的养鹦鹉。第二个刻板印象是，鹦鹉只需要吃瓜子就可以了吧？鹦鹉当然不能只吃瓜子，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错误观念。我们来看一下绿世界是怎么养鹦鹉的。这次去刚好遇到他们的喂食时间，他们喂食鹦鹉吃非常丰富的蔬果以及果菜汁，也有很多圆形的食物吊挂在四周，给他们训练觅食行为。当然也不要以为鹦鹉是吃素的，一些动物性蛋白质，鹦鹉在野外也都有可能去摄取。谷物的饲料当作奖励，或者是傍晚大量补充热量时使用，不要再以为鹦鹉只吃瓜子了。第三个刻板印象，养了鹦鹉之后发现，鹦鹉跟我很亲，出去外面应该跟狗狗一样不会跑远吧？有50%的鹦鹉飞失案件都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大家都以为鹦鹉在家的时候很乖，走到哪跟到哪，出去外面怎么可能会飞走？但是从小在家的鹦鹉看到外面的天空与大树，很高的几率头也不回的振翅高飞。而另外一半飞走的鹦鹉就是因为自己开门跑走，它们的智商相当高，所以很可能就自己打开门就走了。所以千万要记得帮鹦鹉的门多上一层锁，确保安全。第四个刻板印象，吃得饱穿得暖应该就没问题了吧？鹦鹉它其实是一种很容易挑食的动物，当它衣食无余的情况下，就很可能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吃。长期下来，如果只摄取单方面的营养，很容易可能造成营养不良。此外，跟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鹦鹉的智商，尽管吃饱穿暖，如果主人没有时间可以陪伴，鹦鹉很容易因为忧郁而自残、咬毛，这也是很多人会忽略的。而当事情发生时，一定会措手不及。之后我再拍摄我医治鹦鹉咬毛的经验以及方法给大家参考。第五个刻板印象，鹦鹉小小只的好可爱，叫声应该不会太大吧？养过鹦鹉的观众一定知道，答案肯定不是如此。鸣叫是鸟类的本性，无论是在呼唤主人或者是自言自语，有时候叫声都是非常惊人的。大家在养鹦鹉之前，一定要仔细评估，再选择要饲养哪一种鹦鹉。好的，继续回到绿世界的参观。大家如果有来绿世界的话，不要忘记到最里面的鸟类生态公园参观哦。有一部分的鹦鹉也会藏在这边哦。开放式的展区是将鹦鹉跟其他鸟类一同饲养，相对于上一个展馆，这边更像是在大自然中观察鸟类。它们有货真价实的树木可以跳跃，有地上的沙土可以探索，有太阳的温暖可以享受，是一个充满芬多精的环境。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杜可博士整理着雪白的羽毛，红猩猩吸蜜鹦鹉大声地呼唤着同伴，还有彩虹吸蜜鹦鹉大快朵颐着享用大餐，甚至吸干面包虫像在吃甘蔗一样，这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的画面。不知道这边有没有饲养大嘴鸟的观众？说实在的，我看到大嘴鸟那么呆萌的样子非常心动，身体跟嘴巴几乎不成比例的造型，还有吃木瓜的模样，真的很吸引人。绿世界是我从10岁开始对鹦鹉最有印象的地方，除了门票有一点贵之外，一整天在这边享受着绿意盎然的时光，真的很舒服。对鹦鹉有兴趣的观众朋友，也可以来看看小绿跟阿金哦。整体的环境非常舒适，不光有鸟类，也有羊驼、山羌、长臂猿等等哺乳类，很适合一家大小的周末旅行。如果要说缺点的话，可能就是蚊子有一点多，大家来的话最好穿着长裤。展区之间也有比较多需要步行的地方，大家也要储备体力再来啊。今天这集的特别企划大家还喜欢吗？哪些动物最吸引你呢？都欢迎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也不要忘记点个喜欢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鸟店的午后时光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